锅巴。系我呀，锅巴，系我呀！系我呀，绝志啊，是我呀！谢谢锅巴的点亮，谢谢。我80%肯定，我应该就是阳了。第1天嗓子痛，第2天开始发烧，第3天是低烧，然后第4天就是咳嗽。欢迎浊水。啊，那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欧的，K 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最好的报复是美丽，改变了你。欢迎龙生 ，Hello， 说话，再无情绪。谢谢龙生的点亮和灯牌。下午好哎，我的水，晚上好了，晚上好哎，我的水军。欢迎就是，谢谢就是老师灯牌，谢谢。是的，我昨天没播，前天也没播个播，我前天发高烧，我是说怎么感觉整个人要死掉了。什么水怪？啊！我也觉得我是阳了，我也觉得我是阳了。我现在已经好了，感觉现在已经进化到咳嗽的阶段了。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去打针了。但是我现在不怎么难受了，没有之前难受了。昨天我的声音都还是哑的，今天就已经好很多了。药吃了的，我药肯定是吃了的，不然好的要慢一点。就是我觉得吧，就是牛牛可能跑不脱。吃了的，我药吃了。吃了的。就是我觉得牛牛可能跑不脱，我吃那个也要养，除非他抵抗力好到能够抵抗这个病毒。欢迎森森老师。牛牛声音变了。没有吧，我没感觉他的声音变了呢。我完全没感觉他声音变了。他是感冒了的。他自己说他很好。谢
谢谢思思老师的闪耀，谢谢思思老师灯牌，谢谢。他自己说他完全没有病毒吧，应该是阳了。扁桃体发炎，我最开始就是嗓子痛，然后扁桃体就乱发炎，发炎就引起高烧了。昨天是还有点昏昏沉沉的低烧，今天就已经好了，感觉就只有咳嗽和咳嗽还有那个鼻子堵，没打针，我吃药吃好了。我不乐意打针，我之前如果要上班我就打针了，可是我又不去打针，我又不上班，我就在家耗着。会的。我之后再也不那个什么，我觉得应该是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我出去排练，然后可能被路人传染了，因为我跟我一起排练的那几个也没事儿，就只有我中招了，应该是被路人传染了，然后我第二天嗓子就开始痛，就开始发烧了。然后我前天还路演，我前天路演的时候，我感觉我都要死了。谢谢分享，我当时我就觉得欢迎毕加思索，我当时都觉得我自己要死在那里了，就是那种难受法。头晕头痛，然后反正就是很难受。但是那一天就是又改不了时间。不用，我现在已经好了，但那个路演又改不了时间，所以我就必须得，而且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可以坚持一下，结果就跳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死了，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要死了。你好，不要谎言，爱你。我回来吃了个药之后，我最开始都没感觉我是发烧，我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，我说这次感冒这么难受吗？怎么跟那啥似的？然后回来一量体温，我才知道发烧了。是的，这2颗痣是点的。这2个痣是点的。他跟着我动呢，你没发现吗？他跟着我动。我之前一直都点这儿和这儿，然后我现在想点这儿明显一点，感觉就是跟他们学那个化妆教程呢，他们点这儿就很纯欲，喜欢跟他们学。我看他们还要点这个地方呢，但是我不喜欢鼻子上有痣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丑丑的。我喜欢眼睛下头。嘟嘟。我胳膊可从来都不抽象的。我胳膊哪里抽象了？我胳膊还是很，我胳膊还是很那个什么的，好吗？我胳膊多可爱的。我这个手机就是容易经常就容易发
然后一发烫它就会卡。Hello 呀，龙师，换手机，这个就是我新买的苹果手机，专门直播用的。因为我之前用的是小米，然后小米的拍照啊、直播这些都太丑了，就是给你看一眼。同样的参数啊啥的，同样的参数，然后我这个手机就拍的跟那个啥似的，它就有一些自己奇奇怪怪的滤镜，还有一些自己奇奇怪怪的滤镜在就很丑。三星啊，没买过，没有了解过三星的手机。它原相机拍照都要比苹果手机原相机拍照丑很多。我现在老喜欢拿苹果手机的原相机自拍了，然后每次拍完就发给我老妈。我说我最近好喜欢我这是最近化的妆。素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就是拍照啊啥的，就是要好看很多，就是可能会拍的就是把你的什么瑕疵都拍得很清楚，但是质感要好很多。欢迎蒸蒸日上。我说怎么没事？我把那个音量关了。今天他们出去做活动，然后还没有回来。我准备了，我觉得就是那个，默默给牛牛买的那个背夹，我觉得还挺好使的，除了需要充电之外，除了需要插电之外，没有什么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我准备买个充电款。散热夹，直接搜散热夹。散热器。欢迎淋雨，哎，淋雨宝宝，你又换头像了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充电的要方便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有的地方它是没有插座的，我就可以倒着走，带着到处走。我已经好很多了，我今天都已经没有发烧了，我的脑子今天都就是灵光了很多。我昨天的感觉脑子就是我走一步路，昨天和前天，我就是感觉我走一步路，就是我的脑子就在我的脑子里头动，脑仁在我的脑子里头动。不是人儿，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。欢迎但丁的天空。对，我感觉我对四周的那个反应力都下降了很多。
我其实看了一个，我看了一个那个，这种散热夹，它整个就很夸张。欢迎小奶弟，都是卢维 C。我今天这两天吃水果，因为没有那种泡腾片啊啥的，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没有，我是吃水果。欢迎土豆，欢迎吃馒头的酱。我们路演那个视频还在等我的独拍是有了，但是我没出门呢，这两天都没出门。在网上买又不能用医保。对呀，我感冒了，有可能是被病毒传染的，很大可能是被病毒传染的，真的超级。我现在在看那种，就是这个散热器是，我今天还好，今天播2个小时，我觉得应该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后面压力有点大了嘛，我已经有2个小时没播了，已经欠了2个小时。我今天头不晕，前2天脑壳晕的要死。今天我已经好很多了，我的脑仁都清醒了。我今天感觉我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谢谢肘子的灯牌。是的，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好了。我的脑子现在非常的清明。不可能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。我前2天都是那种脑子是糊的，可问题是我觉得很无语啊，就是很无语啊，就是谁会在，就是我们这2天都是30度以上，30度以上谁发烧啊？我也是生病了之后，就是我不是减肥，我是生病了之后，抵抗力就很差，经常发烧，我距离上一次发烧甚至都还没有过。我上一次发烧在4月份，3月份，1个月，才过了1个月，我就又开始发烧了。上一次是被传染的，这一次估计也是被传染的。欢迎小粉，小粉老师。老师好。老师今天怎么没有陪你的女朋友？老师发高烧了，老师。找中医调理一下。我不知道附近有哪个中医好一点。我们这儿天天30度，然后我发烧，我是对自己无语，我都不理解怎么会如此。
省医院哦，对哈，省中医院。你们那么热？对，我们这儿才我看一眼，我们现在31度，但这两天都是30度左右嘛，反正就是。结果大热天的发生，地铁直接到了，有道理。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说吧。那你就是说啥了呗？说啥？你说啥了？被踢了。我们这两天倒是，因为我们一般昼伏夜出，我们上班都是晚上6点开始上班。对，我又搬家了，我现在和牛牛一起住。就是现在唯一的矛盾是我的猫和牛牛的猫有矛盾。对啊，你肯定是说啥啦，所以把你踢了。Hello 呀，昭昭。那肯定是不行的，就是我家猫是这样子的。他家猫要骂猫，他家猫看到我家猫要，就那种，然后还要威胁，然后就是那种，就是他会骂人，然后我家猫就从来就不骂人，它直接上手。谢谢早餐的点亮。然后他家猫又打不过我家猫，问题是。他们家猫又怕我家猫，但是它又要骂，我家猫就一听到人家骂它还不行，它就直接揍人。是啊，在隔离着呢，就是在隔离着呢。我是2只猫，我家妹妹在里头都没啥事儿，因为妹妹她听到人家骂她就自己走了，弟弟不行啊，弟弟是那种家暴男。不行，不能走，看个灯牌再走。我现在和牛牛一起住。韩国小姐姐，那你们岂不是异国恋？还是说他在上海？对，他养的布偶和我的布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矛盾。不过我买了那个费洛蒙，就是猫咪信息素，然后可以缓解一下它们的那个应激啊啥的，先试一下有没有用。那也挺好的。没有，我家猫其实是不介意的。最开始我家猫都不追它们的，是因为它们老骂它，它就开始追了，它就开始追那些猫，追着打。我会的。应该是你说什么了，然后就被管理员踢了吧。空姐呀，恭喜你！让我看看，哎，这怎么和你之前都不是一个类型的？这和你之前的女朋友都不是一个类型的了。欢迎梁。对啊，我家猫它就是它的武力值我是很认可的，我家猫可厉害了，揍的人家猫声都不敢吭一个。我家弟弟没感觉很韩国人的样子，我感觉他长得不像很标准的韩国人。但是和你之前的女朋友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了。
因为我换公司了呀，换公司那肯定就要搬家了。之前那个，而且我的房租到期了，然后换公司了又，因为那个之前那个家离现在的公司好远，就肯定要搬家。感觉是御姐类型的。声音也很远啊，那也挺好的。那我没办法，可能是你说了什么吧？你说了什么，就是得罪人的话，然后他们才把你踢了的。那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之前有一个人，我有一个叫默默的，就是他的名字是 MOMO， 他老是骂我，我直接给他拉黑了。他跑到我作品那儿骂我，给他脸了，就给他拉黑了。哎呦，我好痛！这是叫他什么？云啊，云吗？他们韩国人的名字好像就是感觉都是这样的。还是说这两个字翻译过来是一个字儿，就是是的，什么都卷得很。但是如果有钱人在成都过得就很快乐，尤其是有钱的年轻人。小小的我傻傻的。欢迎猪猪姐姐，我今天播的早。本地人也不存在，本地人不是啊，我感觉本地人生活的也挺好的，就是在成都当地有房的，然后工作又在附近，然后就直接住在家里，然后吃在家里的。唉，那咋办呢？已经欠2个小时了，我今天不能再欠了，而且我今天感觉还不错。我今天感觉我自己可以，所以我就开播了。自我感觉良好。土豆应该就是本地人，是不？欢迎无归期。欢迎赠予之风梨，你好呀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景德镇。你是谁呀？你改名字了，我就有点认不识了。天天上班摸鱼，哎呦，
这也还不错，这就是挺好的。你改鼻子了，呀，欢迎孙老师。要不然我切个号去搜一下。Hello， 呀，孙老师。对呀，一周休3天，我好嫉妒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魔法披风就是我们孙老师。让我搜一下，你是谁？没有。没有搜到呢。不知道呀，我也没搞明白呢，这是谁呀？对呀。反正公司附近。哒哒哒哒。你是狗子。DG。念九。DG。等会儿。谁？大哥。合理的，合理的。欢迎香飘飘，谢谢香飘飘的灯点亮。不是啊，是我们自己租的。啊，那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爹酱？蛋哥哥。丹哥。哎呀，丹哥，你怎么改这个名儿啊？原来是这样。我还行了，我昨天那才叫哑呢，我昨天那是真的哑了，今天我就还好，我昨天超绝辣条音了已经。因为现在就是那个规定太那个严了，然后他抖音时不时就要罚款。真是可恶。成熟玩具。此刻就属于我。啊，原来是你，你怎么都已经40级了？就是呢，他开始收割工会了。一直都是。我的印象还停留在39年。就是的。他可恶呀，真可恶呀！为什么？背叛了那个小姐姐。我的印象还停留在39，我都忘记了。
太久不见了，丹哥老师。是你从青辞走，你从青辞走是啥时候了？去年几月份我都忘记了。女朋友东北女团啊，我还以为还能再坚持有一段时间呢。他有1个月吗？没事儿，咱们可以玩小号，还可以。丹哥老师，欢迎安。语音厅啊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兼职过语音厅的主持人，就是专门帮老板找人的，帮老板找那个主持，就找其他主持人。对呀，我就是好人，以前当过好人。你好呀，锅巴。是的，我以前做过好人。丹哥老师点个关注给丹哥老师。欢迎香飘飘。嗨，11宝宝。我不可能再发烧了吧？我都已经发烧了2天了，第3天还烧，我就要去医院待着。我是说，当时看着这个景德镇这个地标，我觉得眼熟。谢谢11宝宝的灯牌和点亮。我应该就是新冠，所以我说吃辣椒没用。明天的话，我应该是和牛牛一起。如果明天我们的电动车到了，我就带他去。哎，他说他去哪儿？我就忘记了。欢迎孙老师，对，我们买电动车。我直播不好戴口罩吗 ？Hello 呀，老胖。我直播不好戴口罩。我请你吃什么？我请你吃，我都已经穷成这样了，你还让我请你吃饭？欢迎苏苏宝宝，谢谢苏宝宝灯牌和点亮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只要不被帽子叔叔抓到就行了。谢谢老胖的灯牌。我们只要小心，不要被帽子叔叔抓到就好了。对，我们会戴头盔的。如果不戴头盔，再加上带人，要罚款50的20、70呢。一顿饭，我。Hello 亚轩。哦。你好呀，轩。你是不是70对啊？罚70，天天都有叔叔的。我不在那边吧？我不知道。够了，就是老师，如此心酸就不要再说了。
谢谢轩的关注，谢谢。你是不是丹哥老师的小号？对，在网上买的电驴儿。谢谢随风的灯牌。800多。这边马上光线马上没了，我要转移阵地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我不要闪耀西城？我不要闪耀西城，我不要闪耀西城。我给你们看一眼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一个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是看那个凤凰的。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续航时间会比较短，才55千米。我不要闪耀星辰，这家店的。叫什么啊？诚信电动车总工厂。然后反正是杂牌子。我要捏捏11老师，森老师，明天520，那肯定是要捏捏。你的电动车能骑300公里，这么，欢迎JoJo，这么远。这个是55千米嘛？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的话，我可以退啊。7天无理由退货呢。真的售后无忧，反正他说。实体店大概1400。我其实之前还看了一个叫凤凰的，就是那个凤凰不是也是老牌子呢，本来想买那个的，但是那个要贵一点，贵200块钱，200多一点吧，200多一点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价比较高一点嘛，就买了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爱玛和贝特的很贵。我之前还想买绿源的，因为之前绿源有做过活动，他们的那个车1200，也很便宜。金剑士，欢迎断桥飞雪，我都不了解这些品牌，但是现在这段时间那个绿源没有做活动，所以就买他们家的。我要转移阵地的，这里好黑呀。我根本买不起啊！我和牛牛一起买，一个人就要，对啊，一个人就要付1000块钱呢，很贵了。我调一下亮度，稍微等一下。欢迎香飘飘，很贵了。我们俩的心理预期就是在500左右，500以内。哪里不贵了？2天已经很贵了。欢迎你睡醒了吗？我和他，就是想着就是控制在
600以内。本来想买2手的呢，要不是找不到。哇，你们老板好好呀！把这个截图截下来，然后发给我们老板。但是闲鱼那种好多是那种商家钓鱼的，好多那种商家就不知道，反正他可能会给电瓶车里头的电瓶换了，就不是原装电瓶，它可能有点危险。森森老师，我很贫穷的，牛牛负担得起，但我负担不起。他买了我也不好意思，到时候我分期给他。不行，我这已经欠花呗了。门口保安摆设，你们会就是会，你们那儿有停车？你们是停在停车位的吗？如果是在停车位的话是，就是如果还交钱了，那是可以的。Hello 呀，老炮，你下班了吗？应该还没有吧。我先播1个小时，然后休息半个小时，我去拿个快递，然后回来再继续播。你不是一般到家都10点了吗？然后应该是赶不上的了，因为我播到8点16、17，然后休息半个小时，我拿个快递。应该就是到8点50的样子再播。什么车子没电？我就是怕什么的，我就是怕我到时候还要带牛牛吧。我不是我自己开车，我还那个啥一点，但是我要带牛牛。就有点儿就是其实是心里是虚的，但是不能让牛牛知道，不然他就不敢坐了。因为我很少带人的，我只带过我妈。欢迎静儿，你好呀，元宝的家人。办公室门口，但是有一点点。我只带过我妈，还是电共享，然后还是深夜的时候带过我爸。好，你去吧。但是我不能让牛牛知道我的心虚，我要让他知道我的车技非常好。没有，还在这儿呢。你看我的，这是我们化妆间，它就是这样的装修。我要笑死了。对呀，都是在郊区才有那个。谢谢金儿的灯牌和点亮，哪里乱糟糟的，摆得很好，好吗？那边是我的化妆桌。
那哪里乱糟糟了？这是化妆桌，化妆桌上面放的都是我化妆品。我真服了，哇！那你是没看到，这边是我的，这边是我的，这里这块桌子是我的，那边都是牛牛的，这块都是牛牛的，这都是咱们打下的江山啊！都说我很贫穷的森森老师，我们俩打下了江山呢，不会认错化妆品的，认错就认错了呗，我们俩可以互相用的。不算你，不算，用错就用错了，没关系的。因为我自己的认错，不会啊，不会认错啊，就是化妆品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，这个是干嘛的，那个是干嘛的，就是你只要会化妆的人是不会搞混的。欢迎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困难后宫，罪不容诛。我这儿应该没有，但如果要是没有啊，我没有那么多。我没有那么多化妆品。哇，它应该是有加成的，它应该是在加成上。欢迎韩文老师。啊，我今天个 PK， 我今天 PK 都没有着落呢，都没有人帮我打 PK， 我的手胜都没有人帮我打。因为他们是河豚少女队的商业，我们不是河豚少女队，我们是一堆小伙伴一起搞直播的。他还没有下班呢，而且他也过去看看，什么过去看看？你说我们去他们那边，他们是有公司车接车送的，我们怎么好意思跟人就是蹭人家的车吗？还是自己过去？谢谢路过的你真好看。不知道，我知道他们是去录舞。录那个BDF 好像是，每年 BDF 都会举办那个宅舞大赛的哦，他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曲。谢谢土豆的灯牌，升到7级吗？我们粉丝团升到13级会有小礼物寄的，会寄小礼物的。我不是太清楚哎，我之前问了，可是我又忘记了，我就记得他们是要录舞。对，13级。16级就是我们是13级往上之后，每升1级都会有小礼物。只不过礼物不一样就是了。星光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的从前，夏天感觉
谢，谢谢静儿的闪耀，欢迎丹哥老师。升一级要一个大地主，后面嘛，还是说现在？现在应该要不了。而且也不一定啊，你可以挂，每天也可以挂7密度，然后做那个，是的，现在知道了。对啊，然后做那个7密任务，做7密任务的话，应该不需要那么多吧？后面等级高了，应该是要了。一环。他现在叫牛牛，谢谢静儿的闪耀，谢谢静儿老师，谢谢。他现在叫牛牛，他现在也在播，你应该刷一刷也能刷到他。耳机中最的音乐，等你下课在手写的从前。真的，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拜托一下，要不就是找一下牛牛的家人们帮我打一下手胜，要不就是找真正的家人们、元宝的家人们帮我打一下手胜了。但我的手势都没有人帮我打。去的傍晚，时间过很慢。他不过大哥老师，他现在露脸播的话，只有他的会员才可以露脸播。他每个星期会有一天，周六或者周天，然后会露脸直播一次。到底下课，那点感觉，泡泡汽水，经过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间的音乐。我那之前的号，哦，是的，我之前的号是和他有合跳的，是的，有的。就是如果现在想要看他露脸直播的话，就要加会员了，因为他怕被前公司逮住。我还跟你说一声吧。欢迎小飘飘。当然没有啦，他要到还有个2年的。除非前公司不管他啦，但是他现在还不敢那个，就是不敢尝试。我也没剪呢，但是前公司不管我。他至今都还没有警告我，只要他警告我，我也要开始戴口罩。但因为肯定是刷到了，但他们肯定刷到，但是他们没有管我，因为我跟钱老板一阵卖惨，我说我就是怎么样了，有多惨了，然后就是怎么样了，然后那个老板就，唉，随便你吧。然后那个老板就没有管我，他还说如果我的大号开播的话，就是我该是多少的提成就给我多少提成，只不过在他们那里帮忙扣了税之后，就是全部都给我，但是不太好，就被开播3年，我们都是3年的合同。签工会没钱要赔工会钱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啊！因为签工会是因为想要工会培养我们啊，如果没起来就要赔工会钱的话，那这个合同应该不是
有效合同，因为哪怕是经济合同也是不能只在乎一方利益的，需要两方利益的，除非是那种就是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啊，就是我们在前公司。我们是那种在前公司没有受很大的栽培，工资也不是很高，所以公司不会纠缠我。就是如果是前公司给你很高的工资，然后你签了那种协议，就是他们所说的对赌协议，才有可能要赔。就是他会前期就会给你砸很多的资源，然后还有工资啊啥的就在你的身上。但我没有，我从入职开始，我连调美颜都是我自己调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也没有什么提成啊，连培训，就是什么直播培训也没有，还是我自己摸索啥的，都是。是的，谢谢小团子的灯牌，谢谢爱爱的灯牌。我们都是自己摸索的，所以公司完全没有给我们那个什么，前公司完全没有什么就是培育我们，只能说是工资吧，工资如果算的话也算。哇，好多了。二群语是小白菜呀，地里晃呀，我没有一场播完。没有想一场播完，我可以这个时候播1个半小时，然后下一场播1个小时，这样之后我还把之前欠的时长补了半个小时。我之前是因为我很喜欢前公司，然后我其实不想离开前公司，但是当时我在前公司的上一份工作不是主播，是我当时是教那些麦芽糖拍摄麦芽糖的那些小姐姐们跳舞，然后还有顺便拍摄麦芽糖，然后还有就是也做过那种就是什么媒介，就是和那些博主联系。和那些博主联系，然后就是跟他们沟通我们的合作啊，然后还做过那个什么我们的客服，当时我们公司的客服，然后后面是因为当时的领导有点恶心人，我不想在他手底下干了，我就是想着如果我要是不转岗的话，我就离职了，我又不想离开那个公司，我转到这个岗了，开玩笑的。对呀，当时我们公司是想要成立一个部门，就是专门负责我们公司和各个博主还有 MCN 公司的沟通。谢谢科研宝宝的多喝热水，谢谢。青瓷对，它的总部在厦门。然后后面是因为可能是当时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游戏叫做《摩卡少女樱》上市，他本来是打算尝试一下。这么快吗？我们不是昨天才，它是顺丰吧，估计。明天就可以拿到了，嘿嘿。我们公司是游戏公司，可能公司尝试了一下，觉得多一个这个部门没有什么意义吧，然后他就又把我们改回客服去了，然后上一个那个领导我就不是很喜欢他，我就是我当时发烧到39，我又是发烧，我真是服了，我发烧到40度了，他让我再坚持一下，今天晚上吃一颗退烧药，明天再去上班，我是已经发烧到前一天晚上已经发烧到39度，吃了退烧药之后，第二天我又烧起来，我说不行，我现在要请假。他说不行，你再坚持一下。我坚持到了当天晚上下完班都已经12点了，我坚持到那个时候，然后我说我第二天肯定是要请假的。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吧。我说我实在坚持不了了，我都直接进急诊了，他让我再坚持一下。然后我要离职了。就是最强蜗牛。520快乐 AS，
的，当时我就是他前领导太恶心人了，当时都是女孩子，我都说了，我说我都已经。我都是被扶着进急诊室的人了，他还要再让我就是吊完针，我当时吊完针之后，我说我吊完针都已经凌晨5点了，他让我睡一觉，然后马上来上班，我说肯定是不行的，我就跟人事发了我请假的消息，还有各个组的组长发了我请假的消息，他最后才同意的。是的，我也要上班。好的，老胖。就是有没有人帮我打一场 PK 的家人们？还好啦，就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前公司的，那会儿我真的很喜欢前公司，我不想离开，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们当时的那个组长有点恶心人之外，其他都还很好，就是让我心情很愉悦，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前公司。不是 PUA 了，是因为当时工作环境，你要知道身边都是漂亮小姐姐，然后又是很多2次元，就有很多聊得来的小伙伴嘛，然后工作环境又比较单纯，然后轻松，就是所以就比较喜欢前公司的那个工作环境。我除了那个领导有点受不了之外，就是其他就没有什么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最离谱的是他们要考试，是没想到吧？就是出了公司之后，每个星期要考1次试，每个星期。然后这个考试还和你的工资挂钩，你就必须得考，还得必须认真的考。然后除了这2点之外，我就没什么，我就觉得都很好。欢迎轩，不是 PUA， 你就是当时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工作环境比较单纯，就是很快乐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漂亮小姐姐也不是，是因为当时的当时的同事都很好，然后又很快乐，就当时上班上得很快乐，所以不愿意离开。没洗脑。欢迎 K9， 谢谢 K9 的点亮。是的，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吧。当时就没有男生哎，我们当时就没有男生，一个男的都没有。就本来还有2个男生组长，然后这2个男生走了，就一个男的都没了。咋呢？多升一下呗，我们13级也有小礼物呢。谢谢木鱼老师的灯牌和点亮。你天天都想下班，他妈的，我都还好，我之前都没有怎么骂过领导，除了我们当时的组长，是不让我请假那个。谢谢无声的灯牌。是的，我们抓紧去打一把手胜，家人们，帮忙打一下手胜吧！牛牛的家人们，真正的家人们，元宝的家人们，卷子的家人们，这哪叫骗呀？这叫希望 K9 老师就是那个什么一下，升一下灯牌。没跑呢，那个号只是因为这个号要开播，所以我就没拿那个号。我后面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播的，因为那个号在我的手上，而且他从前工会已经退出来了，因为前工会垮了。前公司的那个工会垮了，所以已经退出来了。对呀，终于把工会熬垮了，那个号终于退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可以给你看，这2天那个抖音前段时间天天让我加工会。谢谢 K9 的灯牌。我给你看
那个什么嘛，我给你看的那个短信，那个抖音天天让我加公会，他说什么就是他说什么我忘记了，我就记得天天让我加公会。说亲爱的主播，人气提升的机会来了，顶级筛选与你匹配的机构为你打造专属人气提升方案，同时还能享受入会3月流水达到2万元可退会，专属权益。我那个灯牌是有用的 ，K9老师。所以我那个号也是可以开播的。是的，自由人很好，所以我那个号不准备入公会。欢迎林鱼。怎么就不信呢？怎么真的呢？真的呢？我的号那又不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，公司没有，而且我还跟老板商量了，我说我这个号我想自己留着，他也同意了。K9老师，你信我呀！你信我呀 ，K9老师，你信我呀！谢谢你，我确实脸圆的。真的呀！你没看我的号还在更新吗？包的，等哪天我就把那个号开播了。这2天我要补时长，这肯定是不行。等哪天我就把那个号更新了。你哪里老了？欢迎锤锤。真的 K9老师，你信我。无垠的远方展开翅膀，你信我呀 ，K9老师。好，我那个号就是更新宅舞的，那个号更新宅舞的，因为我只有更新宅舞，它才有流量。有的时候如果不更新宅舞，它没流量；有的时候我更新宅舞，它也没流量。但是如果我要是就是不是宅舞的话，然后又没赶上热点，那就流量就很差。之终有一日，会坠落成残沙。我感觉我都已经快把那种古早的宅舞都跳完了，都快。我都已经在想要不要学一下虎视眈眈什么，就是这些的了。没有啊，我就是1.4万。欢迎大哥。我不用取消，我都不用取消。什么小学生哦？小学生那个肯定是不播了的。我也是，我就是从初3开始接触宅舞，我就一直在跳宅舞。大牌。那就行，谢谢 K9老师，那就行。不可以退吗？你不能退吗？什么叫中二舞？那叫宅舞。不能退吗？我记得不是会员也是可以退的吗？可以退费。哦，但是你退是不是得
牛牛这边就得退，但是你这样很亏耶。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听说过人家退会。啊。哦，那个要未成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他是问你会不会宅舞？我怎么推？我这儿又没有。我嘿，剩2个人，2都不能播了。但是不能不会，这怎么看会呢？除非那种简单的宅舞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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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超级简单。那个叫什么？神的随波逐流就超简单。有一些很简单的也是挺简单啊，但是我之前尝试过教我哥哥跳宅舞，我教了他1下午，一个转身都学不会，我真的差点把他掐死在那儿。哦，头像，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的名字挺好的，我之前叫牙儿优，但是我发现牙儿优这个在四川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，我觉得不太行，然后我就改了。什么？我当老师了，当什么老师？当什么老师？K92。我到时候可以改个头像，那是因为我这个头像就放这儿好久了，我就没改。Love Live 啊，就是什么教？那你告诉 K 教宅舞？哎呦，我教过了，我之前就是教麦芽糖跳舞啊。好的 ，K9 老师，拜拜。40块巨款，谢谢思思老师，谢谢思思老师。那我都看的，我可是 Love Live， 我是 Muse 的老粉，我一直都很喜欢 Muse 的。Love Live 也是好起来了。谢谢神明的灯牌，但是我不粉现在这个团，我是粉的以前的。千百步，咱们众筹一下，帮我打个手胜吧，家人们。欢迎博弈老师，欢迎安安老师，帮我们众筹几个爹爹打一个手胜。应该可以吧？众筹几个捏捏，咱们打个手胜。黄金30秒的时候就是，可以的。我博弈老师说行，对行的。我们众筹几个爹爹，黄金30秒的时候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什么了，手胜就可以拿下了。不是你说包能的吗？好了，我要去匹配了。手不及，愣住站在。我们众筹几个爹爹。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怎么玩呀？你讲吧，都可以，你说。我可以
体力或者就是带特效都行。可以，好。我再来一局，就不考课程了。说惩罚是什么呀？就是才艺或者体力都可以啊。可以。我再来一局啊。可以，好。你妈的！这种人配做教授。我们黄金30秒，老师们，我们众筹，我们众筹过一下。谢谢艾老师的比心兔兔，谢谢可爱宝宝的棒棒糖，谢谢思思老师的告白气球4个，谢谢博弈老师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恭喜思思老师粉丝团升到7级喽，谢谢。恭喜升级，升了，父子平安。40号刚好升级，升到7级。我们13级灯牌会有小礼物，之前是小卡，现在老板不让我们发小卡了，但是我有其他周边，手上起，对，13级灯牌有礼物。高领父子，我不知道，我记不住那个，你叫什么呢？歌手的名字，还有歌名，我也记不住，搜一下吧。领任何关系，谢谢艾老师，谢谢可爱宝宝的小心心。这么可爱真是抱歉，那个我会一点点，应该说是。就格外一个的个问，这我不知道，我们团播那边说是有礼物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级，说是会有礼物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级。好像是要到16级，好像，我不知道是多少级。对，团播好像是16级。我们有周边呢，的。我是灯牌升到13级会送周边。怎么我演的？而且我还可以选我的真人形象和我的动漫形象。我自己专门找了画师画我的动漫形象。因为我考虑到可能不太方便，那个什么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方便用真人形象嘛。我们现在 PK 加成功线上票的话是1.5倍多。因为艾艾老师对我们牛牛可是真爱粉，他可是牛牛真爱粉。那倒是也没有的啦，就是可能我们16级的话，我们会有线下粉丝见面会的时候会有这个名额。他真的好幸运，拿得起我歌。是的，我们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线下见面，就是如果我们有活动的话是可以的。线下活动的时候线下见面是可以的，但是单独肯定是不可以的。哎，老师可是我们牛牛的真爱粉，他可是我老公的真爱粉，一日店长，什么一日店长？
你唱的？为什么？我们还有几秒钟的时间，小心他们偷桃哦。谢谢森森老师，谢谢艾老师，谢谢科研宝宝，谢谢博弈老师的，谢谢。你好，宝宝惩罚来什么呀？你会什么才艺吗？才艺，好像没什么才艺啊。我以前会青海摇，现在不会了。那我们就盲选一个特效好不好？可以啊，选哪一个？你就选推荐热门里头的第2排的第3个吧。方式特效第2排里面第3个。是这个，好丑，美颜好重啊！这个特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太多了养不起。哇，艾老师，哇，艾老师，你竟是，哇哦！让我看一眼，你是渣男。不，你只是想要给所有美女一个家，我超级理解你的，你就是那个心软的神。我看一眼我播多久了，88分钟，60分钟加30分钟是90分钟是吧？90分钟，那我就是还有2分钟下播。我昨天睡得昏昏沉沉的，你在哪儿看到我了？我顶多就是前一段时间，因为那个紫音酱不是在拍视频呢，他在直播拍视频，我看他跳舞好牛啊，我就是那是好几天之前的。我一直是他的粉丝，我之前在青瓷的时候还想找他合作呢，根本找不到他呀，他那会儿又不开播，我也没办法在直播间找他。然后他之前的那个签的 MCN 给他报价报的超级高，然后我们公司又出不起，我还想找他合作呢，根本合作不了一点儿。前天我去线下活动了，哇，我前天发着高烧去跳舞，真的把我跳傻了。对啊，他跳舞好有劲儿，我好喜欢他，我好喜欢他。欢迎雪莹妹妹，我之前真的很想找他合作，我想尽了，我还给他发了私信，我用尽了我的脑汁，然后找不到他。只找到他的MCN， 只找到了他签约的 MCN， 然后给他报价又有点高，就没办法和他合作。我现在我之前最喜欢的3个博主，一个是3333元老师，一个是紫音酱，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我们的千本露露老师，然后我已经和千本露露老师互关了。对，333元是那个是男孩子，就是那个电工。欢迎星辰。对，之前联系不到他本人，就只能找商务经纪人。瓦龙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跳舞唱歌的那个，还是谁？对，就是那个电工跳宅舞的。
跳宅舞的电工。我知道他是大博主，他是大博主。我们，而且他的报价比较高，就是他的签展很高。我们公司当时没有和他合作。你们男孩子应该没刷到过我们的广告，但是女孩，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体是女孩，我们客户群体当时那个游戏是女孩，所以找了好多女粉多的博主跟他们合作。当时那些女生都说一开屏就是那个我们公司的广告，包括慢脚我们都找了。就是那个，对，我给你看他是谁呀？不过我加了3333袁老师的商务微信，因为当时跟他合作上了，但是应该是他的商务微信，不是私人的。我搜一下，就是这个。就是他，我好喜欢他，就是他，他老有劲儿了，跳舞又好，然后当时跟他沟通合作的时候，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，因为有的博主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是超级，我们按道理来说我们是甲方。他们应该对我的态度要客气一点，因为我们是合作嘛，也不是我们要求着他合作，只是想找一个合作的机会。但他们对我态度都很差，我是不乐意啊。你还在漫展刷到他？我没有在漫展上见到过他，就他去漫展，我没赶上他。他跳舞老有劲儿了，还有千本露露，我之前是在漫展上见过他的，就所有当时是参加那个宅舞比赛，所有的那个就是那个评委都是这样的，所有评委都是就这种面无表情哈，然后露露就是就很好，人就很好是吧？然后本来当时就超级紧张，看了露露我就瞬间就不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看的都欢乐谷要漫展。我是好久没去漫展了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完全没有时间的。其实我挺想约漫展的，因为我自己还是很喜欢出，一是我自己很喜欢出 cos， 然后二是我也挺喜欢上漫展的舞台，但是吧，就是我这个休息时间就是很不固定啊。哪一次漫展回来不都是瓜呀？哪一次只要有大型漫展回来都是瓜。现在他开直播了，我肯定是找不到他的。之前子英他不开直播，然后根本找不着他。那会儿好像他还没有去欢乐谷。他是当时是因为那个大嘎拉莫多Kida Zki 大嘎拉莫多那会儿火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当时他女粉比较多，就符合我们的账号那种合作标准，我就想找他合作，然后根本不得行。啥时候找的？是我的时间不固定，是我休息的时间不固定，然后就没怎么找人。谢谢憨憨的灯牌和闪耀，谢谢。但是，我今天咱们就是路演这个事儿完了之后，我觉得还是跳宅舞快乐一点，
K-pop 还是不太适合我，除非是我很喜欢的舞蹈，我才会去约。我这刷的全是以前欢乐谷，我刷的好多都是 cos。我还有最近不是马上618了吗？我的抖音天天给我推荐就是那些卖东西的呀，搞得我老心动了。但是我的钱包又瘪，然后但是我心又动，哎。去欢乐谷看橘子，那你们岂不是会开年卡？刘腾啊，不知道他们这几个还会不会合体呀？希望有出得起钱的老爷们能够就是让这几个宝宝一起合体一下，多个地方年卡，辛苦了静儿老师。我一场播完吧，因为已经播97分钟了。欢迎小蛤蟆，嗨！但你主要是天津，因为你住天津嘛。就是不知道呢，不知道就是他们这几个还能不能合体。你在广东，那为什么主要在天津啊？是因为就是元宝他们在天津。谢谢小蛤蟆的点亮，天津返场多哦。你看看肯不肯？买彩票为什么会输300？买彩票为什么会输300？什么？这么多呀？好夸张！我啥时候也去欢乐谷当 NPC？如果能和老板沟通到的话，就是欢乐谷的老板沟通到的话，那当然是愿意去啦。就看我们老板怎么跟他们沟通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应该是在成都欢乐谷，因为离得比较近嘛。不是，是我们如果是我们去，肯定是去谈那个，一是在那边表演那个。是整个团去表演，一是整个团去表演，二肯定就是直播，在欢乐谷直播。对呀，女团啊，肯定是女团。如果是去应聘 NPC 的话，我这边直播怎么办？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晚上啊，有场也大部分都是在晚上。我们直播现在也是在晚上。欢迎土豆。我们台肯定就是一个是女团，二个就是在那边借场地直播 GoPro， 给你们看，这是当综艺看，直播综艺。欢迎大吃货。哒哒哒哒。当那种直播综艺看，就是搞不好能录到什么男团，就是其他男团女团翻车场面。欢迎静儿，就是欢迎孙老师。是有一些人背地里其实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不是直播综艺，就是看翻车嘛，大部分都是为了看翻车才让直播的嘛。
因为一个人伪装不了很，就是那种时时刻刻伪装，不能做到时时刻刻伪装。欢迎土豆儿。但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那种直播的综艺，就是直播它只直播一会儿，就是全程直播才好玩儿。也不可万一故意呢？黑红也是红啊。对啊，直播翻车，欢迎小王同学，这好希望有一个那种24小时直播的那种直播综艺。就是因为之前看小说嘛，就有很多那种的小说是24小时都要一镜到底。去春熙路逮小，哇，春熙路那边潮人太多了。甚至都不用到春熙路，这边就是公司附近有一个地方，它那边就也有很多潮人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好呀，神明。也让人清澈，见识一下吧。怎么让你们见识一下呢？等我的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，哎，他暑假才回来呢。没有啊，公司不在乐山呢，不在乐山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他们，就是那种很明显，有一些人就很明显是，他会打扮得很漂亮，他会打扮得很漂亮，就是用漂亮形容一个男孩子，就是你懂的，很漂亮，是漂亮，不是帅，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她很漂亮，就是漂亮。啊，那是有很多，也有很多。但是这种和普通的直男容易搞混，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。有一些人，就是你只有跟他沟通的时候，他才会表现出来。有一些你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，是有的。不是男孩女装，他就是男装，但是整得很漂亮，就搞得很中性。然后有一些就是你们所说的圆脸络腮胡，我的发小，他的朋友都是这种人。他贼搞笑，我的朋友之前贼搞笑，他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对象，需要我帮你介绍吗？我说你上哪儿给我介绍啊？我说你上哪儿认识直男啊？我说你认识直男吗？你就给我介绍。他说好像也是啊。我说所以你不要给自己找活干。不是女装，有一些会女装嘛。哦，成都的，我跟你说，成都的那些女装大佬，就是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在其他地方就没有看到过，跟女孩完全没有差别的。在成都我就看到过，就是那种你哪怕近距离很近距离跟她沟通，她也是女生的声音，然后女生的面貌、动作呀什么都和女生就是没有什么区别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但是他是男孩子，而且还是同。然后之前我的同事就是因为我们
当时聚会嘛，然后就是我同事的朋友带了一个朋友，她就是那种女装大佬，然后带进来之后，哇，把我那个同事迷了。他说我遇到天菜了，然后他们聊得很快乐，他们聊得超级快乐，然后后面过不了几天，就是有一天他超级开心，他说他把他的天菜约出来见面，然后约出来吃饭了，结果第二天就是什么蔫巴巴的，然后他第二天蔫巴巴的告诉我们那是男的，我们都没有认出来啊，那个真的很像女孩子，那个真的很像女孩子，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人，你就是男生其实看骨骼看面相是看得出来的，但他就有可能是因为化妆嘛，他画的就是那种妖艳儿大美人，然后就是身材又好，然后还有就是还挺有实力的。上海你知道大佬也很多，是的，上海的童其实也很多。哒哒哒哒哒。有时候性别不被卡那么死。行的，就是这个我是知道的，毕竟咱们就是魔都，还是风动，难道就不痛？第三性别，我前两天是前一段时间还刷到过怎么做变性手术，我不知道我是刷到些什么东西，反正我前两天刷到过，是怎么做变性手术，好那个看着就痛，就是有一些他们就是为了变成女孩还蛮拼的。然后不是也有女童做那种缩胸手术，然后就是她哪怕就是脱了上衣，你也看不出来她是女孩，就是可能她还健身，你就根本看不出来她是女孩。真的震惊全家，当时我看到的时候。药肯定是要吃，但是其实这个对身体蛮不好的，所以有一些人他只是做手术，他不吃药。而且我觉得就是前几年嘛，我觉得就是二次元这边还有人流行呢，就是而且是在未成年圈子里头流行这种什么药娘。难道就不痛？欢迎云雾，我最开始都不知道。因为我的二次元圈子很干净，女童班级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个男孩喝点中药就好了，真的，喝中药可以调理。就是感觉就是他们是把这件事情当做潮流，就不像是但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就是最开始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，所以要吃这个药，但是他就是那个，好吧，那他肯定是掰不直的了。你好几个朋友都是小男人，但是就是前几年是感觉是那种就专门去找这种药来吃，就是那种形成那种潮流，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而是因为潮流。但我那个发小从小因为就是雄性激素太少了，所以
我有2个发小，一个发小呢，从小就因为雄性激素过少，就是因为他是男孩子嘛，因为雄性激素过少，会反正就会引起一些反正身体不适，他要吃增强雄性激素的药，然后我另外一个发小是女孩子，她从小就是雄性激素过多，她要长胡子，所以她就要吃那个雌性激素的药。我当时知道的时候，我说啊，因为我发小就是原来是我的发小嘛，我都没感觉他们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们就说身体出现问题，然后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得吃这些。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药，当时那是我第一次知道。然后他们那些所谓的药娘就吃这种，就是那个男生就吃雌性激素多的药。而且你想想未成年好伤身呢。那一年，所以就很那个。我最开始2次元圈子老那个了，老单纯了，因为就是一群臭搞2次元的，然后就是自己就是搞正，就是比如说出正片啊啥的，也都是自己就是那些啥嘛。直到我哥认识了一个从外地来的2次元，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欢迎周周。对，就是才能。为什么？是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这种药它可以花钱买，现在就不行了。我的2个发小就是被父母。我的2个发小就是的，一个男生，他就是因为那个雌性激素比较少，然后就是那个女生雌性激素比较少，她长胡子，然后那医生就给她开那种雌性激素的药，让她不长胡子。都传给你。你注意一点呀，恰贝贝，你注意一点。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。啊，你给我刷个热气球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不然我要去传染你。我是阳了，你明天就发烧。你给我刷个热气球，你就不发烧了。现在它管控的这种药物，现在管控的比较严了，之前管控的超级，就是那种小诊所都可以给他们开，就很那个。现在管控的要严一点。因为有人，我之前是刷到一个瓜，因为有人利用这件事情，利用未成年卖歪。不可能的，恰贝贝，你可是我的管理，你有可能那个忍心这样对我？我刷到了一个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而且有一些人他是就是。因为他就做了这件事情，他能那个拿到米子。有一些人他是自愿的，就是他的3观还没有完全形成，然后就已经被那个了。好那个呀！我看那个瓜的时候说啊，真是的。然后最后被抓了。但由于领头人未满18岁，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，他是被缓刑，就是他是被关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劳改，就是那种地方，然后成年了之后再给他判。欢
欢迎小坛子。什么不要了？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牵头的都没有成年，太夸张了。但是就是，恰贝贝老师，我知道你是心软的，你是心软的宝宝是吧？恰贝贝老师，我之前天天吃瓜，就觉得很震惊。因为我的圈子是很干净的，就是我们那小县城的二次元圈子超级就是很纯洁。不会的，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你看我都已经这么悲催了。看过，然后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好震惊啊！我说怎么还有这种事情？哒哒哒哒滴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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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可以。欢迎旧事老师，我还有几分钟我就要下播了，还有3分钟我要下播了。我尽量吧，我怕我记不住。你也知道我的记性很差的。大蚊子没打到。你知道的，我的记性很差的，我根本记不住。我要是没记住的话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我给你刷个跑车，你知道一个跑车对本就贫穷的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，是什么样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吗？你知道是多大的负担吗？哒哒的会不会寂寞？为你抬起头，都觉得自由。下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天哪，猪猪姐姐快卡个灯牌，你马上就要消失了。对啊，我还在播。我再播2分钟我就下播了，我直接拉通播的。谢谢猪姐姐的灯牌和点亮，谢谢，恭喜升级了！乌呀乌呀哈，乌呀乌呀哈，乌呀哈乌呀乌。哈，乌拉呀哈，8级了，8岁了，已经8岁了，猪猪姐姐。好的，我马上去，还有1分钟我就去吃药了。我没想到。疯狂的猪猪姐姐每到9点40，她就会消失不见。欢迎小蛤蟆，疯狂到山盟海啸不重要。对啊，我要下播了，家人们。明天，我还想今天要不要补时长？那要补的话就休息8个小时。
本来想去拿快递的，但是那会儿我本来是想8点钟的时候去拿快递的，但是那会儿人又比较多，我就多播了一会儿。本来想休息半个小时哈，然后去拿快递，然后再来播，但是我就多播了一会儿，我就觉得那我不如直接拉通好了。我要吃止咳的了，但是老咳也很烦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凌晨还要拉练呢？不重要，像意外。不是你不是文职吗？为什么也这么累啊？少啊！你不会每天都是就是12点到2点都要起来？为我能疯狂的，欢迎似水流年。嗨，博弈老师。懂了，太惨了，好在也快结束了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我是说呢，谢谢博弈老师，我要下播喽，谢谢博弈老师。我是说一个用户隐身正在观看，还要搞厕所卫生。欢迎饭团，太惨了。我今天就是今天我要我看一下那个快递他还开不开门，如果没开门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如果开着门，我就去取快递。我明天再补时长吧，或者我明天再补吧。谢谢猪猪姐姐，谢谢老胖，谢谢锅巴，谢谢饭团，谢谢博弈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明天会更好一点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